大家好，这里是加拿大101 Canada Storyteller。我们最近频繁提到加拿大移民体系的变革，其实都和一个报告有关，就是所谓的耶茨报告。前 IRCC 副部长尼尔耶茨被要求撰写了一份报告，探讨 IRCC 如何变得更加有效和高效。耶茨呢，受 IRCC 现任副部长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的委托呢，来撰写这份报告。作为联邦政府最高级别的公务员副部长的角色以技术和非政治的方式管理他们的部门，他们是政治家部长的对应物。在这种情况下，福克斯的对应物就是移民部长马克·米勒。在过去的1个多月里福克斯和米勒都在记录中承认了 IRCC 为新移民提供服务方面存在缺陷。正是对 IRCC 这些挑战的认识，使福克斯要求耶茨呢评估 IRCC 如何更好地履行他的职责。耶茨呢最终提供了一份坦率的评估，写道IRCC 目前的组织模式已经破裂但仍然通过员工的辛勤工作和奉献力量得以维持。耶茨的一些建议已经在实施，比如上个月 IRCC 内部的一次重大重组，旨在使该部门更加以客户为中心。最近的报告还表明 IRCC 呢希望推动改革。10月31号米勒介绍了 IRCC 的新战略，就是为加拿大未来打造的移民体系。这个战略的3个支柱之一呢，是为新移民创造更加友好的体验。IRCC 寻求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呢，包括缩短等待时间和提高服务标准，帮助消除新移民的障碍，加强和依赖移民的雇主和机构的合作，同时呢，解决欺诈问题，加强学生和工人的保护。第二天也就是11月1号，米勒宣布了2024到2026年度的移民水平计划。与近年来联邦政府庆祝永久居民目标迅速增加的情况不同，这个报告是更为低调。IRCC 强调他们正在稳定移民水平，以便为成功整合提供更多时间，逐渐增加从今年的46万5千到2024年的48万5千，然后在2025年和2026年每年稳定在50万的移民人数目标的决定，可能是有几个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最近的民意调查表明加拿大人对移民的支持较低，以及 IRCC 努力的改善客户体验并使处理标准恢复正常。该部门在大流行期间呢，一直在应对不断上升的申请积压问题，导致他时不时的未能在自己的预期时间内处理申请。积压增加的原因之一是在大流行期间将移民水平大幅提高，从2020年的目标34万增加到困难的大流行操作环境的随后几年就增加到了40万。那永久居民入境的迅速增加也发生在加拿大欢迎创纪录水平的临时居民上，比如国际学生、临时外国工人和访客。这就导致耶茨观察到，虽然新移民的增长导致 IRCC 员工在过去10年里翻了1番多，但是该部门的运营结构在这段时间内基本保持不变，所以这一观察是随后发生在2023年10月的部门重组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最近的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截止2023年7月1号的12个月内，该国人口增加了近120万人，就是 2.9%， 其中 98% 的增长来自外国国民。那这种退休或者下野的前部长给续任者提供建议的做法也是很有意思。一方面呢，经验或者各方面要远远强过那些咨询公司；另一方面呢，这个写作者还可能给续任者增加难度，是吧？完成自己没有达成的想法。当然，这在实际的操作中如何杜绝利益冲突，是吧？合理规划费用也是一个难题。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有人帮忙总是好事吧，虽然可能需要点钱。好的，这里是加拿大101 Canada Storyteller， 一个关注加拿大移民的频道。稍后呢，我们将分几期给大家解读耶茨的报告希望大家及时收看并提出意见。再见。